一会儿会发生什么事？不要出声！安静，安静！这个患有自闭症的小女孩，竟是个天生的练武奇才。电视中的武打动作，她看一眼就能牢牢记住。家里条件不好，她就自制一个木桩，每日踢打1万次。小年纪就懂得刻苦训练，才训练1周，她就能轻松撂倒100多斤的小胖。女孩还有异于常人的听觉，无论从哪个方向扔来的东西，她都能轻松接下。这样的训练，小美持续了20年。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她会和小胖去街头卖淫，凭借百接百中的才艺，两人赚得盆满钵满。可就在这时，一群混混眼红来找事，小胖一看形势不对，拉起小美准备逃走，但却被混混拦下。在短暂的沉默后，小美一个后踢将对方撂倒，其余混混还想群攻，小美一个俯身轻松躲开，回头一脚踢在对方肚子上，一招借力打力，让两人晕头转向。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，又一脚踢在脑门上，直接让对方灵魂出窍。就在小美要离开时，混混还想从后方偷袭，小美灵活走位，上蹿下跳，一个起身飞踢解决战。但这却为他们惹下了麻烦，从此再也不能上街头卖淫，因为混混只要看到他们，就会上去砸场，唯一贴补家用的方法没了。而这时母亲还患上了重病，家里的积蓄很快花光。正当两人发愁时，小胖却意外发现母亲的账本，上面全是别人欠钱的记录。看着重病在床的母亲，两人决定亲自去要账。老板很自觉，直接将钱装进袋子里，可转头就扔给了手下。小胖跑来跑去，被当成猴一样戏耍，直到小美出手，他将钱袋接下，顺便还给了对方一脚。打手们一拥而上，小胖拉着小美跑进车间，打手紧追不舍，小美2下解决一个，利用灵巧的身形，小美各种走位，一个倒挂金钩给对方干骨折，紧接着一个回旋踢再撂倒一个。面对小美这个武学奇才，这帮人被打得满地找牙。凭借灵巧的身形，小美穿梭于货架之间，逐个击破这帮打手。再利用储物柜拉开柜子门，直击对方的脑门，再将另一个关进柜子，顺带一脚帮他关门。眼看手下不敌小美，老板抄起一个木架，重重的甩向了他。母亲的身体逐渐好转，小美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小美继续暴力催债，没想到对方不仅不还钱，态度还极其恶劣。结果，忍一时越想越气，退一步越想越亏。于是小美独自来到制冰厂要账，几个马仔将小美推倒，她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她想起了重病的母亲，脑海里还闪过电影中的武打动作。小美体内的洪荒之力爆发，她重新站起，一脚踢在对方的脑壳上。此刻的她好像小龙附体，每次出脚必然要倒下一个，一脚不行那就多来2脚。没过几分钟，地上就躺满了小弟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身后的老板还想偷袭，小美感觉到杀气，回身就是一脚，对着腰间又是2下，再来一脚将他踢飞2米远。从此他终于明白，只有拳头够硬才能对付这些恶人。但这天母亲发现小美身上的伤痕，又看到了自己的账本，母亲瞬间明白了一切，自己治病的钱都是女儿拿命换的。她心疼地抱着小美。第2天，她将2人训斥了一顿。母亲害怕他们会出现意外，她宁愿病死也不愿孩子们冒险。小胖只好答应母亲，再也不带小美去催债。可转头他就一个人去了。但这次真的出事了，一个黑帮大嫂挟持了小胖，利用他逼迫母亲现身。原来在多年前，母亲是一位职业杀手，在一次执行任务时，她爱上了一个日本黑帮成员，也就是小美的爸爸。为了保护心爱的男人，母亲背叛了自己所在的帮派，最后被帮派老大找上门，割掉了他一个脚趾。小美的爸爸也被驱逐回日本。多年来，母亲带着小美东躲西藏，但这次她不想再忍了，她要亲自救回小胖。而在另一边，小美的父亲也收到了消息，他愤怒到了极点，他决定放下现在的一切，再次踏入那个离去多年的地方。这次母亲带着小美来到帮派的老巢，没有任何废话，双方直接开打。小美宛如一尊战神，面对众多打手丝毫不惧，每次出手必然能解决一局。随着最后一记大顶膝，黑帮打手全部被打趴在地。但就在这时，一个走路怪异的人出现，他看似身材瘦小，却是这里最狠的人。江湖人称猴子的猛人，他出招快如闪电，不
不规则的出招手段，让同是武学奇才的小美难以招架。只是简单的出手，小美就被打倒在地。这一刻，在小美眼里，猴子的招式被无限慢放，短短几分钟，小美就习得了他的招式。两人强强相碰，打得不相上下。在战斗中，小美不断优化绝招，最终猴子倒在了自己的招式下。小美也用尽力气难以站起。但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缓缓走来，他正是小美的父亲。一群小弟纷纷拿刀备战，可男人却使用魔法攻击，魔力用尽，他就开始近身肉搏。他一把抢过武士刀，每次出刀都要带走一个。正在混战时，黑帮老大却突然偷袭，妻子为救丈夫替他挡刀。看着倒在怀里的妻子，男人怒了。分别多年再见却是离别，他劈掉对方手中的武士刀，一刀砍在黑老大的胸口。他愤怒挥刀劈向身边的所有人，但自己也身中数刀无法站起。目睹母亲死亡，父亲重伤，他体内的洪荒之力彻底释放。他捡起地上的剑鞘，宛如一头猛兽，小弟们根本招架不住。黑老大眼看不敌，带着小美的母亲开溜，小美也追了上来。正当黑老大准备开枪时，却被小美一脚踢飞。面对如此凶残的女孩，黑老大只好继续逃跑。他纵身一跃就跳到了对面，小美在后紧追不舍。他抓着广告牌往下爬，小弟们开始疯狂支援。在解决掉几个尾随的小弟后，他抓住黑老大一顿暴揍。一代黑帮大佬摔成了烂泥，小美的大仇终于得报，但母亲却永远的离开了她。这个自闭症女孩手足无措，只能一直拍打着母亲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父亲将她拥入怀里，从此父女两人隐退江湖。多年后，他们出现在日本的街头，父女俩过起了平静的生活，逝去的无法强留，当下的理应珍惜。